小黑子迈尔斯作为彼得·帕克的接班人，不但具备了最基础的超能力，还拥有着被无数蜘蛛侠所羡慕，能够瞬间融入周围环境的光学伪装，以及运用生物电麻痹对手的毒液攻击。要是把他逼急了，甚至还能够释放大范围杀伤性的技能——超级毒液轰炸。那么，拥有了如此特殊能力的迈尔斯，是否又能够对抗每一位蜘蛛侠都要面临的宿命论？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部足以达到电影水准的动作游戏《蜘蛛侠迈尔斯·莫拉莱斯》。本作的故事背景与电影有所不同，迈尔斯的父亲死于一场心魔组织偷袭市长的事件中。在彼得·帕克与章鱼博士等数名反派对抗的期间，一只实验蜘蛛跨越了数个街区，硬是咬中了迈尔斯。待一切事件平息后，迈尔斯找上了帕克，并在他面前证明了自己不是青春期到了，而是获得了与帕克一样的超能力。从这一刻开始，纽约就有了2个失败的班。在帕克的指导下，迈尔斯初步的掌握了自己的超能力。就在圣诞节期间，警方准备将之前被章鱼博士释放的罪犯押送回监狱。由于其中有一名超级罪犯犀牛人，2位蜘蛛侠决定一同前去护送。可中途直升机的缆绳却发生了断裂，初次执行任务的迈尔斯急于证明自己，却不慎将蛛丝缠绕在了直升机的螺旋桨上。不帮还好，只是箱子掉下去，这一帮导致直升机坠落在了下方的车队中。当迈尔斯意识到自己闯祸的同时，犀牛人和罪犯们也都趁机逃了出来。由于迈尔斯业务还不太熟练，只能让帕克先去对付犀牛人，而他自己则对付那些普通的罪犯。但犀牛人就像吃了炫迈一样，根本停不下来，在城市里发了疯似的横冲直撞。无奈之下，迈尔斯只能先去帮助帕克。犀牛人就这样带着迈尔斯在商场里大肆破坏。尽管2位蜘蛛侠在竭尽全力阻止，却还是导致了一场剧烈的爆炸，整座纽约市电力陷入瘫痪。帕克也因此被犀牛人打成了重伤，虽然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但迈尔斯还是毅然决然地护在了帕克身前。面对着向自己杀来的犀牛人，迈尔斯的双手开始闪烁起了电光，他直接纵身一跃，裹挟着高压电的一拳，狠狠地砸在了犀牛人的脸上。这一刻，他觉醒了属于自己的特殊能力——生物电能。饶是犀牛人皮糙肉厚，他也无法扛住被赋予了生物电能的攻击。2位蜘蛛侠侥幸保住了自己的名声。然而，前来善后的并不是纽约警察，而是罗克森能源公司的安保人员。他们的研发主管西蒙连连称赞小黑猪单枪匹马打败了犀牛人，似乎话里透露着一股阴阳怪气。事情过后，帕克对迈尔斯的特殊能力羡慕不已，并感觉到了他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独当一面的能力。于是帕克决定为自己放个假，准备和女友玛丽简出国公费吃喝欢喜一段时间。就这样，在帕克的鼓励下，迈尔斯怀着忐忑的心情，暂时成为了纽约唯一的蜘蛛侠。之后，迈尔斯在好友甘奇的见证下，换上了帕克送给他的全新战衣。从此，迈尔斯便有了多套战衣可以更换。在甘奇的口中，迈尔森得知了罗克森公司的综合广场可能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正在犯罪。当迈尔斯赶到以后，发现之前夸奖过他的西蒙正在电视屏幕上介绍一种罗克森公司旗下的产品——新钛金反应堆。只需要数个这种反应堆，就足够提供整个曼哈顿所需的能源，并且环保又安全，还不伤头皮。但奇怪的是，迈尔斯发现了一伙名为地下帮的组织，似乎正在偷偷调查新钛金的运输路线。地下帮的人并不像他们的名字那样普通，他们所掌握的科技强大到难以置信。不过好在迈尔斯拥有生物电，完全可以摧枯拉朽般破坏他们的防御。见罗克森的安保已经赶到，迈尔斯只能回头再来调查地下帮的目的。现在他还得赶紧回家过圣诞节。自从迈尔斯的父亲去世以后，他的亲人就只剩下了母亲和一位不知去向的亲叔叔艾伦。而这次圣诞节对于迈尔斯来说显得极为特殊，不仅好友甘奇准备在他家借宿个1年半载，就连因为自己搬家而几个月没见的好友菲尼也来到了他们家。2人在中学的时候甚至共同研发出了科研相关的作品，可见他们的感情非同一般。在这难得的热闹氛围下，他们一起度过了温馨且美好的圣诞夜。第2天，好友甘奇为迈尔斯打造了一款名为好邻居的手机软件，这个软件能够直接通过网络接收到市民的求助，谁家马桶堵了就可以随时呼叫蜘蛛侠。而迈尔斯第一个接到的求助便是他许久未见的叔叔艾伦。此时的艾伦正在火车站工作，由于地下帮在暗中捣鬼，导致火车站无法正常运行。当迈尔斯来到控制中心的时候，发现果然是地下帮。在帮助火车站恢复正常运作后，艾伦送了一张能够无限乘坐地铁的老年卡给迈尔斯，并且艾伦也早就通过新闻上迈尔斯对付敌人的招式，就像爱打篮球的练习生一样，推测出了这就是自己的侄子。迈尔斯索性也就不再隐瞒，叔叔艾伦不仅没有告知他的母亲，还说侄儿遇到搞不定的事可以联系他。迈尔斯却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就在当晚，迈尔斯参加了母亲竞选议员的演讲，可就在演讲的过程中，地下帮的首领修补匠却通过大屏幕通知所有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新钛金能源的上市。接着便出现了大批地下帮的人与罗克森的安保人员展开了战斗。虽然地下帮只是针对罗克森公司，但为了阻止这场闹剧，小黑猪迈尔斯还是出手了。可这时远处的大桥之上却发生了爆炸。当迈尔斯赶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地下帮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抢夺罗克森公司的新钛金。迈尔斯本打算劝个架，但地下帮的首领修补匠却走了出来，并且不由分说直接一脚踢飞了迈尔斯。迈尔斯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走新钛金，于是冲上前便与修补匠开始了抢夺。但出乎意料的是，迈尔斯发现修补匠竟然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菲尼。就在迈尔斯愣神的时候，菲尼却将他击飞到了大量的新钛金之上。由于迈尔斯身上的生物电导致新钛金失去了稳定性，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趁这个机会，菲尼拿上唯一剩下的一罐新钛金，迅速离开了这里，而大桥也因此开始了坍塌。想阻止已经不可能了，迈尔斯只能竭尽全力地营救被困的市民，他只能拼了命地发射
蛛丝，暂时不让大桥彻底断裂。凭借自己身为蜘蛛侠那超越常人的力量，迈尔斯成功解救了市民。可令人心寒的是，罗克森公司却打算让蜘蛛侠赔钱，就连被救的市民想发个朋友圈，都被安保人员抢夺了手机。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迈尔斯意外触发了自己的光学伪装技能，就那样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凭借隐身的能力，迈尔斯成功的逃走。但今晚所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甚至因为自己导致了大桥被炸毁，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幸好在甘奇的鼓励下，迈尔斯重新找回了属于蜘蛛侠的自信，并开始了调查菲尼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通过调查菲尼曾经的店铺以及罗克森公司研发新钛金的实验室，迈尔斯终于发现了背后的秘密。原来菲尼的哥哥里克曾是罗克森公司的科研人员，也正是里克研发了新钛金。但在6个月前，他们意识到了新钛金对人体有着极大的危害。可罗克森公司为了赚钱，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还四处宣扬新钛金非常环保。就连里克和他的科研团队都已经开始患病。为了阻止他们这种毒害整座城市的行为，兄妹二人偷偷的来到了罗克森公司的实验室，试图利用操控的方式摧毁新钛金的反应堆。可研发主管西蒙却早已留了后手。当兄妹反应过来的时候，却已经为时已晚。随着反应堆的能量爆炸，菲尼只能眼看着哥哥死在了自己的眼前。正是罗克森公司的所作所为，才让菲尼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他们将新钛金上市。而在迈尔斯调查的过程中，他却意外发现叔叔艾伦竟然是超级反派徘徊者。好家伙，迈尔斯身边全员恶人呀！这是艾伦并没有打算伤害自己的亲侄儿，而是决定帮助迈尔斯。在艾伦的帮助下，迈尔斯来到了新钛金反应堆的面前，并利用自己的生物电属性将反应堆中的能量全部吸收，成功的将之关闭。但由于反应堆能量过于庞大，迈尔斯坚持不了一会儿，就必须释放全部的能量。之后，迈尔斯将菲尼是修补匠的事情告诉了艾伦，于是艾伦给他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利用菲尼不知道他是蜘蛛侠这一点，伺机加入地下帮，以获取菲尼下一步针对罗克森的行动。听取了叔叔的建议，迈尔斯将菲尼约了出来，并直接开门见山说出了菲尼的真实身份。于是迈尔斯趁热打铁，成功的让菲尼同意他加入地下帮。接着，菲尼准备将迈尔斯带到地下帮的总部，在路上，迈尔斯只能竭尽全力的假装自己恐高，实在是难为他了。讽刺的是，地下帮总部的位置竟然正是曾经属于金并的费斯克大楼。地下帮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他们甚至打败了心魔组织残余的势力。要是金并看到这一幕，肯定会痛哭流涕。既然成功打入内部，迈尔斯便找了一个妈妈让他回家吃饭的借口，与菲尼暂时分开。他随后一路从正面潜入，来到了菲尼正在举行会议的密室。通过他们口中的线索，迈尔斯前往了存放最后一罐新钛金的地方。原来菲尼打算为新钛金注入能量，使其变得不稳定，再将新钛金放进罗克森广场上的反应堆中，这样不仅能够摧毁反应堆，还能对新钛金的上市造成影响。但身为蜘蛛侠，迈尔斯自然不会让他这样做。就在迈尔斯试图拿走新钛金的时候，菲尼却突然杀了出来。或许是因为不愿伤害到菲尼，迈尔斯并没有尽全力，但菲尼却彻底被蜘蛛侠惹恼了，毫不留情的将之打倒在地。好在迈尔斯及时取下了面罩，但也导致了菲尼对他失望不已。之后，迈尔斯再次与叔叔艾伦见面，并告诉了他自己准备再次与菲尼见面，双方静下心来好好聊一聊。第二天，在迈尔斯的感情攻势下，菲尼终于前往了一座教堂与他见面。可就在二人回忆起曾经往事的时候，犀牛人却突然从天而降，强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而这一次，犀牛人竟然换上了绝缘的盔甲，失去了技能优势，迈尔斯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原来犀牛人早已被罗克森公司收编了。当迈尔斯和菲尼再次醒来的时候，西蒙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本想摘下迈尔斯的面罩，但却被生物电所阻拦。于是西蒙便让保安好好照顾一下迈尔斯。在这些保安的帮助下，迈尔斯成功学会了他的最强范围技能——超级毒液轰炸。二人趁此机会赶紧向着外面逃去，但迈尔斯中途却发现，原来是叔叔艾伦出卖了他们的行踪。但艾伦的本意只是为了保全侄儿，菲尼和地下帮的生死他都无所谓。艾伦本以为西蒙会放过自己的侄儿，却没料到他竟然并没有这个打算。就在迈尔斯和菲尼即将逃出这里的时候，犀牛人却再次出现，试图阻拦他们，甚至还出现了大批的安保人员，说的好像谁还没有一个帮手一样。迈尔斯立马释放了数名全息人投影，在全息人帮助下，迈尔斯很快就处理掉了安保，并让犀牛人好好体验了一下什么是人多势众。最终不甘心的犀牛人被打败了，迈尔斯趁此机会开始搜寻相关资料。他发现西蒙对反应堆做了升级，一旦菲尼的计划成功，那么曼哈顿的一大片区域都将会被炸上天。然而就在外面，犀牛人可能是不想活了，不停地嘲讽菲尼，导致菲尼彻底失去了理智，想要杀掉他。迈尔斯见状立马上前阻拦。这一刻，之前迈尔斯一次又一次阻拦他计划的不甘瞬间涌上了心头。菲尼直接不顾迈尔斯的解释，将之打成了重伤，他必须前去摧毁反应堆。随后迈尔斯在甘奇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中，由于重伤无法换下衣服，导致母亲发现了迈尔斯蜘蛛侠的身份。本以为母亲会因此责怪或者不认自己，但又有哪个母亲会拒绝儿子是一个失败的 man 呢？无论孩子做什么或是成为怎样的人，都不会让一个母亲失去对孩子的爱。再说了，迈尔斯一家可都不是省油的灯。于是在母亲的鼓励下，迈尔斯重新燃起了斗志，随即立马向着反应堆的方向赶去。但中途他却被叔叔艾伦绑架了。艾伦只想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保护侄儿，但迈尔斯却不会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让无数的市民因此失去生命。一路走来，迈尔斯早已练就了一身的武艺，他也向亲叔叔证明了足够保护自己的实力。为了阻止菲尼疯狂的举动，迈尔斯拼尽了全力心退阻拦他的敌人，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菲尼已经开始了启动反应堆。母亲和甘奇本来打算帮助迈尔斯，但却让他分身乏术。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叔叔艾伦选择了挺身而出，这才让迈尔斯能够安心的前去阻拦菲尼。当他赶到反应堆试图跟菲尼解释
释后果的时候，菲尼却不愿再相信任何人，当即不由分说便开始大打出手。无奈之下，迈尔斯只能与他最好的朋友开始了战斗。凭借着高科技的加持，菲尼硬是和蜘蛛侠打得难分胜负。迈尔斯拼尽了全力，使出了所有的招式，才让菲尼暂时冷静了下来。这也让菲尼意识到迈尔斯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可如今的自己已是强弩之末，迈尔斯甚至还不顾一切救下了菲尼。看着眼前即将失控的反应堆，迈尔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能量全部吸收进了自己的体内。可迈尔斯因为之前的战斗已经无法坚持到远处释放能量。菲尼看着向他们走来的迈尔斯母亲一行人，决定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他将最后一丝能量集中在了双腿之上，毫不犹豫地带着迈尔斯向着大厦顶端奔去。随着他赌上一切的纵身一跃，二人来到了高空之中。在一阵恐怖的能量爆发过后，菲尼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或许这就是属于他的救赎吧。当迈尔斯跌落地面的时候，热心市民为他送上了蜘蛛侠的面罩，并且都默契地在记者面前绝口不提蜘蛛侠的真实身份。1个月后，叔叔艾伦以徘徊者的身份指证了西蒙和其公司的罪行，让西蒙顺利地踩上了缝纫机。而帕克也在公费旅游后回到了纽约市，两位蜘蛛侠也在一阵警笛声中再次开始了打击犯罪。但在未来迎接他们的将会是一个更加可怕的对手。我是修平黄魔，咱们下期再见。